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Nancy。最近呢有好几位朋友私信我，然后问我说现在市场是不是很冷？然后到底要不要现在这个时间点卖房子？那我呢，待会儿知道我喜欢看数据的。那我们来下面进一组数据，通过库存，然后新上市的房源，然后还有days on market 在市场多少天，还有一点就是讨价还价空间。通过这几点看一眼现在市场是不是很冷。我会把最热门的城市Frisco、Plano 还有 Allen 一起放进来，我们看一下这几个城市是不是都是一个情况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home for sale 就是有多少库存，跟去年五月比啊，你看 Frisco 去年五月的时候是611栋，现在是1046栋，涨了71.2%。Plano 去年同期469，现在858，涨了82.9%。Allen 稍微好一点啊，去年260，今年369栋，涨了41.9%。那我们再看一眼new listing。跟去年五月比啊，new listing 其实你看差别没有那么大。Frisco 啊，480涨了18.8%，Plano 涨了37.4%，Plano 出房的人比较多哎。Allen 涨了18.7%。那你看一眼 pending sale，就是打算 close 的。你看这个 pending sale 跟去年五月份比，Frisco 呢降了16%啊，Plano 降了12.5%，Allen 降了17.3%。所以你就知道现在的市场到底冷不冷，然后再看一眼 percentage of original price， 就是我经常说的讨价还价空间。看一下，还是跟去年五月比。那现在呢，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糟糕啊。Frisco 降了，Frisco 现在是97.3%，Plano 97.6%，Allen 98.1%。那去年呢，Allen 是100%，Frisco 和 Plano 都超过了99%啊。那讨价还价现在肯定是不如去年的。那我们再看一下 month supply，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。一般来讲，只要是超过6个月，那就是绝对的 buyer market。你看现在 Frisco 5.6个月了，就是直冲6个月。Plano 4.2，Allen 稍微好一点3.9。那现在通过数据，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现在这市场确实是比较冷。通过数据分析啊，确实现在我们再看，市场是很冷的。那下面一点呢，就是要不要卖，也是分两种啊。第一种是非卖不可，那这种是什么情况呢？就是你有搬家需求，工作调动，比如说调到东海岸或者西海岸或者其他州，那如果不卖掉这栋房子呢，你就没法再负担下一个房子，那这个就是必须要卖。还有一点呢，是那种置换需求，就是投资，有一些投资的朋友，他又看上了一个，比如说 multi-family，那他就需要把几栋小房子呢，就是出售，然后置换成这个 multi-family，这也是属于非卖不可的，因为这种机会难得。那这两种，如果一旦决定卖，那就不要再等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市场，就是我从来不预测市场啊，将来怎么样你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卖房子其实是有小周期的，除了市场大周期，然后每年都有小周期。那小周期最好的时机呢，那就大伙儿都知道是4、5、6月份。所以如果要是有想法，那就是果断出手，因为越等，尤其是等到年底，年底是非常，就是可以说是非常艰难的，不是非卖不可的话，千万不要年底出手。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。那还有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现在并不是就是只是因为这个觉得这个房子的 equity 比较多了，然后呢 maintain 的成本开始涨上来了，但是还不是说非得立刻卖不可，那也可以说做一些准备工作。什么准备工作呢？比如说你房子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缺陷？我不是说装修啊，装修这个事情不要轻易的做，就是大修、大装修。那还有一点就是，包括整理整理草坪啊，这些其实也都要花时间的。然后 landscape 呀，就是一些通过小的东西可以让你的房子看起来好很多。另外一点呢，它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房子到底是个什么价位。你不知道什么价位，你怎么知道要不要卖呢？所以
你可以在视频底下方留言，然后我们可以约一下，我帮你们分析一下你的房子现在到底是个什么价位、什么情况。下面我们说一下，如果你一定要卖这个房子，需要注意哪3点？第一，要做非常充分的市场分析。这个市场分析呢，不只是对 active、sold， 还有 pending， 还有在多大范围的区间需要做市场分析。那第2点呢，就是要包装这个房子。那怎么个包装法呢？那摄影的时候呢，就是当然了，你要选非常专业的摄影师啊，不要自己。那我的摄影师呢，他不仅能照相，然后还可以做3D， 所以这是一个我很感激啊。然后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房子有一些小问题，及时修复，不要等它，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，怎么能尽量的让房子看着漂亮一些？还有呢，就是放什么照片在那个市场上啊，这点都很重要。然后第3点呢，就是市场推广，怎么做市场推广？像放到 MLS 上就是很常规的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是 EXP 呢可以就是在我们整个系统，我们全美有8万多的 agent， 我们放到系统里，然后本地的系统就是本地的 agent 都能看到。还有一点呢，就是你要比较了解就是社交媒体的推送，因为大伙儿都知道我是做 YouTube 平台，那像很多buyer 他其实是看 Zillow 还有其他几个社交平台，那你知道他那个平台上是怎么推送的吗？你怎么能保证你的房源他只要是在看的时候就能推送到首页？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啊！我简单说一下我身后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呢就是那屋主呢，这是他的 second home， 他们是住在 Texas 另外一个城市。当时呢，3月份找到我的时候，4月份找到我的时候呢，就说 Nancy， 我们不一定卖这个房子，但是你能不能给我做一个，就是告诉我这个房子到底值多少钱？然后我给他做了一张 spreadsheet， 然后好几个 tab 的表格发给他，吓了一跳。然后他说没想到我做了一个那么详细的市场分析。然后给他之后呢，其实他还是因为这种就是一开始他没有拿准要不要卖房子的，所以其实没有关系啊，我后来也没有再跟他联系。然后后来呢5月份又突然找到我说我们决定这个房子要上市，然后又告诉我咱们签约吧。签约的第2天他就回中国家里国内有事旅行去了。所以当时我们就是属于在签约之后呢，正好是下了几天大雨，我们见缝插针，雨一停立刻照相，然后呢同时找来 contractor， 然后把这个房子一些小问题给 fix 过去然后这个房子在周末的第一个上市的周末就有很多收益，然后同时也有 offer， 所以不久那我们就 pending 了。所以就跟朋友们讲一下，就是如果你要是他这个还是因为早做准备，所以他的心理建设已经就是非常完善了。所以你要是拿不准是不是需要立刻卖房的时候，你可以联系我，然后我们可以先做个市场分析，就是你不用有任何负担，然后做完市场分析，你自己可以决定到底现在是不是最好的时机对于你来讲。好的，谢谢收看。